在世界各地，有关巨人的神话传说一直都广泛存在。很多人一谈到巨人文明，就会不自觉地同科幻片中的人物形象紧密相连。这不禁让人好奇，史前巨人难道真的存在过吗？这个故事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1918年，由多名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在欧洲的高加索山脉发现了一具高10米的完整人形骨骼。骷髅被埋在地下4米深的区域，骷髅旁边有一把巨大的剑。据扫描分析，这些巨型骨骼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除了挖掘出来的骨头，我们还可以在很多古代文明的神话故事中找到关于史前巨人的线索。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巨人的记载比比皆是。在《汉书五行志》一文中记载了公元前220年，临洮附近出现过巨人的奇象，才高8斗，足长6尺。好在秦始皇刚统一6国，把这当成了吉兆，这才没有因此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历史上还出现过身形高大、腰围10尺的男子，为史前巨人这一标签增添了几分神秘的面纱。说到这里，很多人好奇，光用文字描述史前巨人的形象不够生动直观，如果有壁画来为巨人的人物形象揭开谜团，那就再好不过了。事实上，古埃及金字塔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咱们接着往下看，身高10米的史前巨人真的存在过吗？为什么世间流传的种种谜团，直到如今也找不到答案？而那些金字塔建筑到底是怎么建造的呢？作为世界7大奇迹之首，该金字塔的内部通道对外开放，每一个见过通道的人都不得不赞叹古代技术的精密。先不提金字塔中所蕴含的奥秘，单拿它展现出来的建造能力来说，就足以让人哑口无言。尽管经历了几千年的风吹雨打，金字塔却依然能矗立在沙漠中，不为所动。除此之外，金字塔外层拼接起来的石块十分紧密，倘若你想用匕首试图插入，最后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个无用功。据研究过此地的专家描述，这些石块的重量非同小可，160吨的大小，即使依靠起重机也无能为力。而放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还没有像近代一样如此发达的机器。因此，普通人究竟是怎样完成这项宏伟工程的，至今为止都是个谜。一些学者试图从壁画中找出答案，他们做出了一种猜想：壁画中的巨人正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点，而壁画后边很有可能清晰地记载了建造金字塔的过程。虽然时至今日，这种猜想还没有得到验证，但我们坚信未来的某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除了金字塔之外，还有一个要提到的，那便是类似于复活节岛上的石像和英国的巨石阵。咱们接着往下看，你相信史前巨人的存在吗？如果不信，那么这些巨大的人形骨骼又该作何解释？还有那些宏伟的建筑又是如何建造的呢？这些由成千上百吨石砖建造而成的自然界奇有之物，复活节岛上的石像全部完整地出现在陆地上，甚至有的还雕刻着帽子。这些石像的面部基本上都有沉思的严肃表情，五官与复活节中的土著十分相似。这些石像大小不一，有的高约7米，有的甚至高达10米。这样高度的石像，最轻的也有30吨左右。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像雕刻，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明白，它们到底是广泛存在，还是因为受史前巨人的影响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群体。为了了解史前巨人存在于哪些区域，他们是遍布世界各地，还是只存在于局限性地区，科学家们花了巨大的努力。另外，史前巨人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也是科学家好奇的问题。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看，把人类当成是由猿进化而来的，那么史前巨人就可以看成是在人类进化成猿之后，意识形态、语言及智慧都更加高一等的动物。不过，很快就有人推倒了这一理论，因为在把人类看成猿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人类后期没有发现任何和猿相关的化石，也就是说，
人类的痕迹曾经在地球上消失过一段时间。若能揭开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谜团，或许可以解开史前巨人或者更多终极密码。相信随着时间深入研究，真相会浮出水面。